你听说过《蓝色恐惧》这部电影吗？有人说这部片是启发了好莱坞心理悬疑片的始祖神作，连黑天鹅啊、全面启动都受到它的影响。这部电影的导演金敏呢，甚至还有日本动画教父的称号。究竟《蓝色恐惧》这部电影有多神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蓝色恐惧》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日本传奇动画导演金敏的处女作《蓝色恐惧》是一部1997年的电影，当年播出之后，在日本还有欧美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这部作品不只改变了当年日本动画的走向让导演金敏被称为是改变日本动画电影的男人，也被很多人认为是心理悬疑电影的始祖神作。那虽然电影已经上映很久了，但直到2020年，《蓝色恐惧》才第一次在台湾播出。短短的1个月内，《蓝色恐惧》就登上了全台修复版电影排行榜的第3名，以及限制级电影的年度票房冠军。这么优秀的成绩某种程度上面可以说是反映了《蓝色恐惧》20年来在部分影迷心中累积出了传奇地位，以及它在剧情上面的精彩表现。那么这部电影究竟是在演什么呢？它到底神在哪里？今天就让我们用预告片等级的剧透来和大家聊聊《蓝色恐惧》曾经对于动画电影界投下的震撼弹吧。不过在正式开始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是 logo 常被客户打回票的新手设计师，或是想要了解业界的设计系学生吗？你可以考虑听听设计师冯宇的 logo 必修课与平面设计师之路讲座。现在合购原价2899的课程呢，9月开学优惠只要2400元，输入折扣码单堂也有9折的优惠。logo 必修课带你建立做 logo 的逻辑，平面设计师之路则是给你最实用的职涯建议。设计师进入职场一定会有新手撞墙期，这个时候有前辈的经验，就能够更快的度过卡关瓶颈。现在就点击下方链接，使用折扣码，把握超优惠的课程吧。蓝色恐惧主要的内容是在讲述一位偶像歌手魏麻不断被疯狂粉丝偷窥的惊悚故事。魏麻在经纪公司的安排之下，离开了原本的偶像团体，转换跑道，开始发展演员事业。而某次的因缘际会，他发现有人在网络上面架设了一个叫做魏麻的房间的部落格，里面详细的记录了他每天的一言一行，让他不禁心生恐惧。而另外一方面，为了摆脱过去的精神形象，魏麻在经纪人的说服之下，咬牙接下了大尺度的戏剧演出，期待能够快速的成名。但在那之后，他开始不断的收到恐吓信件，身边的人接二连三的死去，他心里面呢也分裂出了第二个人格，开始质疑贬低这种一拖成名的做法。而随着事件的堆叠，魏麻的心理逐渐的崩溃，迷失在现实与幻觉之中。他一直想要搞清楚自己所经历的一切究竟哪些是真，哪些是假，而偷窥杀害他人的凶手到底是谁。总体来说呢，《蓝色恐惧》是一部心理惊悚型的作品，剧情写实黑暗，画面也很露骨血腥，更有涉及到性暴力的场景，对当时的日本动画界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1990年代的日本动画整体给人的感觉基本上呢都比较接近隔家观赏的卡通，题材大多以轻松日常啊、热血战斗、魔法少女为主。当时火红的动画 IP 有很多，随便举例都是相当不错的作品，例如像是哆啦 A 梦啊、樱桃小丸子、七龙珠、钢弹、灌篮高手、美少女战士、神奇宝贝、面包超人、游戏王、骷髅魔法使、柯南、蜡笔小新等等等。他们的内容呢在儿童跟青少年眼中轻松好看，给大人看呢也能够暂时的抛下现实的烦恼。整体来说充满着脱离现实的奇幻感与正面欢乐的调性。但金敏当年也曾经批评日本的动画主题长期自我局限在科幻、机器人、美少女这3大要素上，导致许多雷同、粗制滥造的作品一直出现，也让大众总是认为动画的艺术价值远低于真人电影，就只是给儿童看的东西。金敏曾经画过漫画，当过知名漫画《阿基拉》作者大友克洋的助手，也曾经为许多的动画做过美术设定的工作。他曾经在受访时提过自己对日本电影与动画产业的看法。他认为1990年代日本的电影完全敌不过西方的好莱坞，但日本的动画却因为制作成本低，不受拍摄技术限制，所以可以随心所欲的发挥想象力。加上有许多优秀漫画作为故事来源，反而成为日本能够强力输出的文化特色。而这样的洞察呢，让金敏在制作蓝色恐惧时充满野心，一心想要把它打造成一部前所未见、写实精美，而且绝非卡通的动画电影。在蓝色恐惧还没出现之前呢，90年代中日本唯一会制作题材比较写实、议题比较严肃的动画的，可能只有吉卜力工作室。他们推出了《红猪》、《海潮之声》、《平成离合战》、《星之谷》以及《魔法公主》等经典作品主题就涵盖了环境保护、动物权益与成长时的挣扎等等。但不论是跟一般的大众动画相比，还是跟吉卜力电影相比蓝色恐惧那种儿童不宜的赤
赤裸成人感以及玩弄观众心理的惊悚程度都完全超越了当时的极限。电影一推出，果然成功的让日本甚至是欧美国家的观众全部都跌破眼镜。那除了题材大胆突破之外呢，金敏在蓝色恐惧中使用的剪接手法，更是带给了全球观众在过去的日本动画当中从未有过的观影体验。前面的剧情简介有提到，女主角魏麻转换跑道之后，参与了一部戏剧的演出。金敏利用了这个剧中剧的设定，以及魏麻逐渐理智崩溃的状态呢，刻意安排了许多时间线交错的转场与分镜，都让整个故事随时都游走在现实、梦境与幻觉三者之间。即使已经看到了结局很多的观众还是会说自己无法确定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电影当中许多幕的运镜还有转场，更是夹带了对于剧情暗示，放大了感官张力，也展现出了金敏十足的想象力。这种不断穿梭在虚实之间的剪接手法，在之后成为了金敏动画中的标配，也是他最大的特色。而在他后续的3部作品《千年女优》、《东京教父》以及《盗梦侦探》当中，都翻玩出了各种有趣的变体。透过蓝色恐惧，金敏让西方世界的电影导演们惊觉，原来动画也能这样做，不仅颠覆了大家既定的印象，也启发了许多的好莱坞作品。黑天鹅的导演戴伦·艾洛诺夫斯基是好莱坞当中最知名的蓝色恐惧爱好者。根据许多影评的分析他在2000年的作品《噩梦挽歌》当中有2幕明确致敬了蓝色恐惧的画面。而2010年的黑天鹅，不论是故事的结构或者是表现手法，也都跟蓝色恐惧有异曲同工之妙。那虽然呢，他本人不太承认这部片有致敬就是了。而诺兰导演经典的《梦中梦》电影全面启动呢，也有几幕致敬了金敏《盗梦侦探》的画面。有些评论则是认为同样与人格解离有关的电影《斗阵俱乐部》呢，也有部分受到了金敏动画的影响。话说回来，除了剧情与剪接手法引人注目之外呢，蓝色恐惧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还有最后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这部作品对于现实社会的反思，以及对网络世界的预言。1990年代，日本明星产业当中呢，非常流行组成女性偶像团体，并以男性观众为主要受众进行各种商业活动。这些团体的形成呢，与形象的安排都是经纪公司说了算，偶像们几乎没有选择的自由。同时，他们也真的会遇到疯狂粉丝的跟踪与骚扰。但在蓝色恐惧上映之前呢，这些问题几乎没有被端上台面过。而另外一方面，蓝色恐惧上映的1997年呢，是网际网络刚刚成型，IE 浏览器刚要大展身手的年代，粉丝要追踪跟关注偶像的状态呢，也多了网络这个管道。在电影里面，我们看到透过魏麻的房间这个部落格，感受到了粉丝们对于偶像的狂热，也能感受到一个公众人物的不安，因为他时时刻刻都处于被偷窥、被关注的状态，却不知道看着他的人是谁，他们又都在哪里。这些现象呢，在现代变得更加的普遍，也更加的容易。网络带来的负面影响，包含了网络肉搜、人身攻击、键盘酸民等等的现象，更胜当年而对于公众人物造成的心理负担也越来越直接，越来越严重，甚至几乎人人都需要有更强壮的心理素质，才能够面对每天关注与被关注的生活。不得不说，20几年前，金敏就已经对网络带来的影响有了相当深刻的观察。对我们来说，观赏蓝色恐惧除了可以享受心理悬疑始祖神作的威力之外呢，导演金敏想要探讨的议题也让人印象深刻。但虽然这部片表面上的主轴呢是要找出偷窥杀人的凶手，但在故事背后，金敏想要描写的其实是一个人迷失自我的过程与结果。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经历某个生活剧烈转变的时刻，也许是离家到外地读书，在职涯上面大幅的转换跑道，又或者是遇到亲密关系破裂。这些转变呢，常常让人会对于自己产生剧烈的怀疑，动摇我们的内在价值。一旦我们的内心开始无法定义自己是谁，那么任何一点外在的眼光与评价都会对自己的内心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一点一滴加重心理的压力，甚至呢可能会像魏麻一样，逐渐对自己的生活失去控制，迷失在现实与想象的世界之间。那么要怎么样才能够终结这个迷失的过程？蓝色恐惧的结局其实有暗示我们答案，而至于答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看完电影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你的解读那影片结束前呢，再次推荐不论是喜欢心理悬疑片的观众，喜欢写实画风的观众，或是喜欢欣赏花式转场分不清真假的观众，都可以去找这一部经典动画《蓝色恐惧》来欣赏。那么最后提问想问大家，听完我们今天的分享之后，你觉得《蓝色恐惧》这部片最吸引你的是什么呢？ A. 心理悬疑题材的剧情B. 让人分不清真假的剪辑手法 C. 写实怀旧的画风 D. 对网络世界的预言。其他留言跟我们分享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蓝色恐惧神在哪。此外呢，也可以点这个地方看看传奇女星玛丽莲梦露的生平故事，以及更多的七七追剧系列影片。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那我们就明晚再见喽。